师傅，你写。啊，2滴啊！哇，你先几个，快！我。刀呢？啊，刀，打扁他行不行？去你的！师傅，太厉害了，我对付不了啊！有我中发白在，方圆20里的鬼早就移民了。这部影片不仅是千鹤道长打得最硬的一次巅峰赛，更是张学友从歌神向影帝蜕变的成名作。导演刘镇伟仅用100万成本狂揽1000万票房，硬生生开创香港恐怖喜剧新天花板。故事发生在这一年的中元节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警察局长都会安排得力干将金麦基采购大量的纸钱和金童玉女。到了晚上，新来的警花十分好奇，中元节一个警察局要收这么多东西啊！于是两人就给他做起了科普。听餐厅的中伯说啊，这个地方以前是皇军俱乐部，日本投降的时候，他们在这里集体切腹自杀，所以多烧点金童玉女下去伺候他们，免得这些鬼造反呢。就在烧衣的时候，孟超发现了不对劲。这个算不算穿粉红色衣服的女人呢？之所以这么忌讳穿粉红色衣服的女人，还要从几天前说起。一个叫慧清的和尚前来化缘，他不是别人，正是警局曾经的王牌猛探。因为当年杀孽太重，他看破红尘出了家。这次回来，他是特意来警告老搭档阿信局长的。慧清留下2个锦囊妙计，第一个是中元节午夜12点后，绝不能让穿粉红衣服的女人进出警局，否则会冤鬼缠身。第二，千万别讲粗口，不然会有血光之灾。阿信局长是谁啊？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，当场就嗤之以鼻，一句粗口脱口而出。岂料话音刚落，一个棒球就从天而降，精准命中他的脑门，当场开了瓢。看来这和尚还真有2把刷子。阿信立刻命令他的得力干将金麦基和孟超，你们还不快点把这些金童玉女送到后院，准12点把它烧掉！果然粉红色纸人一烧，怪事就发生了。警局里突然变得阴风阵阵，金花大吼一声。还在那里审问惯偷蛇明仔的众人纷纷出来查看，可审讯室却突然停电，气氛也变得诡异了起来。打印机居然自己动了起来，一个身穿诡异斗篷的人影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。起初蛇明仔还以为他在开化妆舞会，靠近了才发现不对劲。啊，鬼呀，鬼呀！我的猪还给我！还给我！啊！我终于找到十字架啦！原来这都是孟超的计谋，就是为了让蛇明仔交出赃物。随后蛇明仔便被定罪下了大狱，可下一秒监狱里居然出现2个美女，只见美女一挥手，牢房门居然自己打开。蛇明仔高兴坏了，急忙向美女追去，可他的狱友却看傻了眼。你真漂亮，我们做个朋友吧。可美女似乎不领情，打开了一道随意门就钻了进去。蛇明仔没有多想就跟了进去。原来这里就是只有在7月14这晚才会出现的皇军俱乐部。酒保给他灌下一杯迷魂汤以后，就让人把他送进了 VIP 包厢。这里居然有3个老鬼等着他打麻将，赌注不是别的，正是他的命。老鬼们疯狂出老千，什么清一色，杠上开花。很快蛇明仔就把自己的命搭了进去。等他回头看向镜子的时候，才发现不对劲。几个老鬼顿时现出了原形，原来他们想要利用蛇明仔把鬼王三宅带出去祸害人间。蛇明仔拿着箱子就从俱乐部逃了出来。可复活的鬼王三宅并不想放过他，直接把他当做了晚餐。与此同时，得知蛇明仔逃走，阿信警司气得暴跳如雷，限孟超和金麦基天亮前必须把人抓回来。2人一番折腾，终于找到了蛇明仔。此刻的蛇明仔坚信自己已经变成了鬼，可他刚刚被咬，不知道该怎么证明自己是鬼。为了活命，他只好出卖三宅。可金麦基为了证明他是人，就拉开了窗帘，结果下一秒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就在此时，心情大好的阿信闻风而来，可现在蛇明仔化成了灰，2人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抓是抓了，不过我怕局长不认得他了，简直是荒谬！他就是化成灰，我也认得他。人呢？那就好办了，局长，你看看地下这堆灰，你认不认得是他？阿信局长自然不信他们的鬼话，直接把2人调到了新官上任的胡警官手下。他雷厉风行，完全不信鬼神之说，认为蛇明仔化成灰的报告简直是无稽之谈，限他们48小时内把人找回来。为了让胡警官相信世界上有鬼，孟超和金麦基决定让他也撞一次鬼。
可是新官上任3把火，鬼见了都要退避3舍。他们听说吃了狗肉会时运变低，容易见鬼，于是偷了厨房大叔的爱犬阿欢，做成一锅香喷喷的牛腩饭，骗胡警官吃下去。结果被大叔当场抓包闹剧，再次升级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水塘里发现一具女尸，脖子上有2个诡异的牙印。孟超和靳麦基一看就知道这是被僵尸咬了，并且早就做了功课。我们连鬼的身份都查清楚了。那你看看，他就是咬死泥鳅王的那个鬼了。当年在我们警察局下面贴附自杀的3宅一生大佐，就是他。荒谬！喂，他们大胆预测，这女人午夜12点一定会尸变。可胡警官根本不信2人的鬼话，于是金麦基就用自己后半辈子的幸福和胡警官打赌。好，我就再相信你们2个一次。午夜钟声敲响，停尸间里寂静无声。胡警官正要发飙，女尸猛地坐了起来。金麦基和孟超欣喜若狂，胡警官这才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有鬼，让孟超留守。他带着金麦基亲自向阿信局长汇报。可2人刚走，女鬼就向孟超发起了攻击。幸亏金麦基发现不对劲，返回来救下了孟超。可胡警官执意要他们把女鬼抓回去研究。3人一路跟踪，来到了一间奇怪的杂货铺。就在此时，只打巅峰赛的千鹤突然出现。这个鬼好厉害啊！什么鬼？你不是鬼啊？神经病！有我钟发白在，方圆20里的鬼早就移民了。这么准啊？不是吓唬你，我5岁学医，16岁成名，20岁开杂货店。为什么呢？没鬼了，我只好开杂货店赚钱吃饭呢。起初他们并不相信钟发白真有这么大本事，可下一秒2个交警找上了门，表示自己找到了逃跑的女鬼。钟发白一眼就看出这2个不是人出手将他们消灭。见到钟发白的身手后，3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钟发白也打算带一带，这3个猪队友就开始摆摊施法。他安排孟超去取公鸡血，让胡警官去点燃7星灯，让金麦基去屋里贴符纸。可就在孟超抓公鸡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听到呼救声后，钟发白立刻挡住女鬼，让2人杀鸡取血来对付女鬼。可2人都不知道该怎么下手，就割下了公鸡的痔疮。师傅，滴血。钟发白一看只有2滴，差点被气出高血压，他让金麦基先上去抵挡，自己亲自取鸡血。金麦基也没有让大家失望，直接用物理驱魔法。可对方刀枪不入，金麦基很快败下阵来。在鸡血的加持下，钟发白一招就把女鬼打败。可就在此时，鬼王3宅突然出现，偷袭了钟发白。钟发白本想请师傅下凡，奈何受伤太重，只能拖住3宅，给他们3个创造逃跑的机会。可3宅也不是吃素的，立刻使出鬼打墙，想要困住3人。可这根本难不住当过英叔徒弟的孟超，他立刻想到裤头可以破鬼打墙。最终3人凭借这个办法逃了出来。为了缓解尴尬，胡警官警告2人。今天的事谁说出去，我杀了谁。次日，胡警官更是亲自向阿信局长解释。阿信局长听后火冒3丈：幼稚！我爸是个道士，我妈是个鸡童，我从小就有阴阳眼，我现在住的地方以前就是个停尸间，要是有鬼的话，我为什么看不见？嘿，如果你们3个要是坚持有鬼的话，那么麻烦你们抓一个来给我看看，在下就心服口服。为了争口气，3人决定抓只鬼回来，证明给阿信看。他们准备好十字架、大蒜、八卦镜和桃木钉后，就来到了3宅的藏身之地。可就在他们要抓鬼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孟超由于带的东西太多，被卡在了入口。无奈之下，金麦基和胡警官只好硬着头皮开关。他们发现这里居然有2只鬼。就在他们想用桃木钉消灭女鬼的时候，居然出现了100年难得一遇的日全食。眼看2只鬼苏醒了过来，2人还是硬着头皮定死了1只女鬼。就在他们要回头对付3宅的时候，才发现3宅早已起尸。金麦基假装打招呼：你拉下，你妈噻。2人立刻躲进了棺材，可被卡在出口的孟超就倒霉了。不关我的事，我是送货经过这里的，我卖大蒜的。哎呀，不关我的事呀！哎呦，鬼大哥，大哥，不关我的事啊！不要过来！不得不说，孟超真是走运日全食，时间只有3分钟，3宅只好暂时放过3人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好回警局求助扫地僧钟伯。钟伯在听了3人的经历后，就想出了好办法。如果今天晚上想睡得安安稳稳，最好摆一个魁星踢斗的姿势，难不难做啊？是啊，很容易嘛。那你睡之前把鞋子放在床头，一只鞋底朝天，一只冲地。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你都不懂啊？这种呢叫做圣杯。然后把裤子叠成8角形，放在头顶当枕头用。然后呢，摆个魁星踢斗的姿势，就像那图片上一样。
那鬼就不敢近你的身了。那也不能一辈子用魁星踢斗啊！还有什么好办法可以除掉他呢？普通的符咒、桃木剑都对付不了他，哎，除非可以找到7根棺材钉。7根棺材钉？这7根棺材钉入土的时间，不可以超过749天。先钉4支，再钉气门，剩下的1根插入心脏。会怎么样啊？永不超生喽！多傻怎么办？说的那么恐怖，今天晚上你们跟我回家吧。好啊，我赞成。到了晚上，孟超为了活跃气氛，假装被鬼抓，可这点小心思怎么骗得过精明能干的督察？他转身就要拿棒球棍教训孟超，结果下一秒三宅竟然真的出现，胡警官立刻使出魁星踢斗，这招果然管用，三宅直接被弹飞。可紧接着导演就安排猪队友入场。借来用！哎，快啊！就这样，督察被三宅抓走。此时两人才感觉自己很对不起督察，于是便想来个英雄救美。孟超负责寻找棺材钉，金麦基去跟踪三宅。不巧的是，阿信局长也偷偷跟了过来，想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。结果他一进鬼屋就和三宅撞了个满怀。阿信局长还以为是在拍电影，对着三宅一顿指手画脚，教他怎么演才逼真。结果一转身看到镜子后，才发现自己见到的是真家伙。他立刻提起自己跟演道士的林正英很熟，可三宅一个日本鬼哪里知道中国的僵尸先生，直接就向阿信扑来。阿信脚下一轻，直接踩破了房顶。金麦基听到局长的求救声，立刻过来救援，可他根本不是对手，跟送人头没什么两样。危急时刻，孟超带着棺材钉赶到，他见自己的好兄弟和上司危在旦夕，顾不上大火，直接冲上来就定住了三宅的双手。三宅顿时法力大减，就连刚刚释放的火焰也迅速熄灭。金麦基和阿信见状，立刻捡起棺材钉补刀。中了4颗棺材钉以后，三宅已经失去了飞行能力。就在他们要乘胜追击的时候，才发现即使没了法力加持，他们依然不是三宅的对手。幸运的是，外面传来了鸡叫声，金麦基立刻打破窗户。果然，太阳才是一切妖魔鬼怪的克星。三宅想要逃回棺材，可孟超怎么能让他如愿以偿？就在两人默默对视的时候，金麦基打破三宅身后的窗户，三宅直接被阳光照得魂飞魄散。危机解除，胡警官也从一旁的棺材中醒来。三人担心胡警官被咬，争先要给他做检查。那得好好检查检查。就这样，一场惊心动魄的抓鬼行动，最终在啼笑皆非中落下了帷幕。本片是刘镇伟导演的处女作，更是香港恐怖喜剧的里程碑式佳作。影片将日式厉鬼传说与港式无厘头喜剧完美融合，惊悚氛围与爆笑桥段无缝切换，既造就了童年阴影级别的经典名场面，又用诙谐剧情消解恐惧。张学友、许冠英一勇一怂的警探搭档，鲜活生动人设，深入人心。低成本高质感的创作，不仅狂揽票房，更开创了港产灵幻喜剧的全新风格。它承载着80、90后的录像厅回忆，是港片黄金时代的鲜活缩影。历经30余年，依旧经典耐看，成为不可复制的神作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